玄学小师弟，订阅不迷路。大家好，我是玄学小师弟，今天讲讲泰国的神秘故事。这个故事是罗老师贡献的。罗老师是潮汕人，很久以来我都以为他是个微商，而且还是那种不太靠谱的微商，种卖燕窝的，燕窝、海参、人参、虫草、天珠，基本上在朋友圈卖这种东西的，我都觉得不是特别稳妥。但是毕竟吃人家的东西嘴软嘛，所以上次他给我快递了20斤牛肉完后，我就假惺惺问了问你是卖什么的呀，又委婉表达了我不能帮他打燕窝广告。结果人家很硬气说你不要乱讲了，人家才不是微商，人家在泰国有燕窝工厂的，微商都是从他那里拿货。我才放心了，问他燕窝到底是怎么个情况呀？我听说这个就是燕子用口水搭的窝，吃这个岂不相当于和燕子舌吻，而且还涉及强拆，多不道德啊。他就说小师弟啊，说到民俗故事啊，我们得叫你一声叔，但是谈到燕窝这个，你就是个弟弟。首先燕窝并不是普通燕子的窝，而是特指语言里的几种金丝燕。这种金丝燕也被称为爱情鸟，它们一生只有一个伴侣，一对金丝燕一年只能生3次宝宝。我们说的燕窝就是它们为了生宝宝建造的巢穴。每年它们要生宝宝时，它们的唾液腺会扩大，分泌出很多唾液去建造巢穴。等繁殖季节过后，它们的唾液腺就会恢复正常。此外，取燕窝和咱们人类的强拆也不一样，因为金丝雀只有在要生小宝宝时才会筑巢，等小娃娃长大后，它们就会放弃这个巢穴，等再生小娃娃时会重新铸造一个新巢穴。所以我们拆掉巢穴对它们没影响。最后现在采燕窝，主要是给金丝雀开一个专门的房子，让他们去那里筑巢。这种屋子叫做屋燕，像他们就在泰国建了好多屋燕，还要保护金丝燕的安全等，主要是防老鼠，照顾好它们。等他们放弃巢穴后，人们才采摘燕窝。我说其实这些我都知道，我就是想考考你，然后给你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而已。然后我就问他，你们在泰国弄燕窝有没有遇到过神秘事件啊？他说他泰国的合伙人叫三哥，是一个很传奇的人物。他10几岁去泰国，在那边遇到了各种怪异事情，非常刺激。每次他们吃牛肉火锅，三哥自己就能说一夜。然后他就讲了几个三哥经历的泰国神秘故事。他说三哥也是个潮汕人，很早就去了泰国，因为他有一个姨丈在泰国那边当和尚，而且做到了住持的位置，地位很高。这个姨丈有点儿自己的小生意，在外省的那空巴通三潘府是一个4层的冷冻库，主要批发各类干果，就让他过去帮忙看仓库了，兼带着发货什么的。姨丈当时提醒三哥要注意，这个仓库很潮湿，下雨天还会漏雨，所以有很多蛇，让他注意绑紧裤腿，准备好蛇药。三哥去了以后才知道那里确实蛇很多，有时候在仓库里坐着就看见一条蛇顺着柱子往上攀，所以泰国这边电线杆都是方形的，就是防止蛇攀。三哥当时光注意防蛇了，没想到这里最危险的并不是蛇，而是另外一种更诡异的东西，那就是鬼。三哥去了没几天就撞鬼了。三哥说我当时在仓库帮着发东西，突然有些肚子疼，于是就去了阁楼上厕所。这个厕所的形状很古怪，是一条长条状，宽也就1米多4米多长吧，坐侧在最里面，而且也没窗户。我当时抽了根烟，在那里蹲着，摇头晃脑的。这时候我眼前突然就闪出来一个人，差不多40、50岁，然后对着他说话。我当时吓了一跳，这个人什么时候来的？而且厕所那么窄，他相当于面对面贴着我，特别怪异。我就想往后退，这时候就发现我的整个身体一动也不能动，像被人施了定身咒，牢牢地定在了地上。我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也许是10几秒钟，也许是几分钟，然后身体猛然可以动了。我当时连屁股都没擦，拉上内裤就拼命往外跑，差点从楼梯上跌下去。当时看仓库的还有一个老爷爷，会说一些汉话，我就拉着他的手跟他讲，上面闹鬼呀，闹鬼呀。没想到他听我说完，却慢悠悠地说了一句，没事没事，我们泰国就是这样，慢慢习惯就好了。三哥当时都要崩溃了。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红旗下长大的青少年，他可是从小听着无神论长大的，这怎么能行呢？他于是给他姨丈打了电话，结果姨丈也跟他说这是小事了，不要担心了。然后他姨丈告诉他，那个老人家嘛，他没有恶意的，他就是想跟你要烟抽，你当时给他1颗烟就好了嘛。然后他姨丈告诉了他几个办法，第一就是把发型改一改，他以前留的长发要把额头露出来，这里阳气重，小鬼怕这里。第二就是如果再去那个厕所，一定要先点3支烟放在那儿，这是敬小鬼的，给他们吸饱了烟就不怕了。第三，要是还担心的话，就直接从寺院请一尊佛像，
或者挂一个国王画像也可以的。然后仪仗告诉他，这种不怕的，在我们泰国很常见的了。我告诉你，只要不是一个女人带着孩子这种，就不怕了。三哥就问仪仗，为啥女人带孩子最可怕？仪仗就说，女人都要保护孩子吗？她怕你伤害她孩子，所以会先干掉你喽。三哥还有这种神操作。后来他在这个仓库待得久了，才知道原来在这个仓库干活的人都见过这种灵异事件。好多人都说，经常晚上睡觉的时候听到楼上有人在拖东西，还有铁链子拖着的走的声音，像是脚上的镣铐一样。最邪门的是一个小年轻，他当时坐电梯，电梯里就他一个人，他对着电梯门里头发，就从电梯上的钢板上看到了一个女人领着一个小孩子，他吓得当时就跪下了，好在后面也没出事。后来在泰国待得久了，他也习惯了。他说泰国这边的房子都是永久产权，好多住了几代人，所以也经常出这种事情，当地人也都习以为常了。还有好多人家养小鬼，他说养小鬼的人家有个特色，经常会在路边放着吸管和红色的汽水瓶，懂行的人就知道这家是养了小鬼了。三哥说泰国这地方确实邪性，有些人在国内原本好好的，到了泰国也会出事。他有一次在红灯区和一个姑娘喝酒，这个姑娘是个导游，和中国好多旅行社合作，相当于泰国当地的地陪。那个导游就跟他说，他上次简直倒了血霉，遇到了一个特别可怕的团友。那个团友嘛是从内地来的人，看着斯斯文文的，也没什么买东西什么的，也比较踊跃，看着像是个挺好的人。结果呢，到了晚上，那个姑娘就跟导游说，她晚上不睡房间了，就睡在酒店大厅就行。导游就跟她说，酒店费都是提前交的，你睡不睡钱都不会退的。哎，那个姑娘就解释说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她也不是要退钱，她把体质有些特殊，就是只要来泰国，她就不能睡酒店房间。只要睡酒店房间，他第二天一定会被搬出来，有时候是在走廊，有时候是在大厅，甚至有一次被丢在了楼梯间上。他自己也很苦恼，他很喜欢旅游，去哪里都没有这种情况，只有泰国有。导游当时不信说，要不然我跟你睡一个床试试吧，我带着佛牌呢，有佛祖保佑。那个姑娘就说，如果你不怕的话，那就试试吧。导游当时长了个心眼，觉得这个人会不会是梦游，于是他就在睡觉前悄悄打电话给司机，让他在外面把房间的门反锁了。结果半夜他醒来了，一摸身旁空荡荡的，那个妹纸不见了，他吓了一跳，赶紧出去找他，结果一开门也开不开，因为门在外面被反锁了。他更加害怕了，这他娘的可是27层啊，莫非这姑娘跳楼了？他就赶紧打电话让人打开门，然后下去找。结果到了大厅，就发现姑娘趴在沙发上，上半身在沙发上，下半身在地板上，正呼呼睡觉呢。他这才松了一口气，赶紧叫醒了姑娘。姑娘抬头看看，抱歉的笑笑说，你看我跟你说了不行吧，导游。导游当时心里也害怕，这他娘的是怎么个情况啊？怎么还有大变活人啊？但是也没办法，毕竟人家交了钱了，你不带他玩还不得被投诉死，而且这种事情还不能告诉其他游客，不然其他游客岂不是要吓死？但是这个姑娘就这么躺在大厅睡，万一出点事情怎么办啊？毕竟泰国治安也不怎么低。后来他想了又想，干脆和她一起睡好了，于是他就陪着那个姑娘睡了1星期客厅，差点把老腰给睡断了。罗老师就问他，三哥，那你到底信不信鬼神呢？三哥说信的。三哥说几年前他父亲去世了，老一辈的潮汕男人嘛，实话实说，都对家庭不太负责，他父亲也是这样，每天就知道泡酒馆茶馆，喝得醉醺醺的，半夜才回家。他是老大，很早就退学工作了，和母亲一起照顾家里，所以对父亲其实是有埋怨的。潮汕这边有一个风俗，就是人刚去世后啊，要请一个神婆还魂，类似于鬼上身这种，然后问问亡人有没有什么话对家人说。三哥当时在泰国待了很多年，这种神神鬼鬼的事情见过很多了，他其实也不太在意这些，但是所谓入乡随俗，也就按照家人的意思请了一个。他比较有心眼，专门从很远的村子请了一个神婆，还是托别人请的，就怕有人知道他们家的事情，装神弄鬼愚弄他。结果神婆念叨了一会儿，说他父亲上身了，他就问神婆父亲有没有什么未了的心愿。结果神婆父亲就说，你们还少我3把扇子呢，等3年时要记得还我。三哥心里咯噔一声，因为他们潮汕那边人去世规矩多，要准备的东西多，当时忙中出错少了3把扇子，他本身也有点生父亲的气，于是也没补，就这么算了。这件事情只有他自己知道，他就知道看来真的是他父亲上身了。他就问父亲有没有什么后悔的事情，神婆父亲就感慨
说就是觉得自己生前不对起家人辛苦母亲了，也辛苦你三哥了。他们兄妹几个在家里住了几天，要回去了。最后一顿家宴，大家说起从前的旧事，也是感慨。有个妹妹就说，家里什么都好，就是房间门老坏，每天晚上锁死了，第二天早晨总是开着。其他人也纷纷附和说，是的是的，我们的也是。他们母亲就流泪了，说你们的父亲啊，他虽然混蛋，每天出去瞎混，但是不管他每天晚上醉到什么程度，总要挨个打开门，挨个看看你们才去睡觉的。说到这里，三哥的声音就哽咽了，三哥就使劲抽烟，三哥就举起杯子说，哎呀，扯那么远干嘛呀，都喝酒喝酒。那个晚上三哥喝得酩酊大醉，他回到家也和父亲一样推开孩子的房门，过去摸了摸孩子的脑袋，然后坐在客厅上想了很久，他想父亲了。